明天范彪就来要账了，咱家那10两银子拿头去还，干脆把大丫头卖给他抵债吧。范爷说了，除了免债，还能再给咱半代糟糠。也是个苦命的，谁让她是个丫头，不能传宗接代，只能怪她命不好。卖我，想得美！我堂堂现代食品高材生，没带任何超能力，就靠这双手和脑子里的知识，还能让半代糟糠给憋死。作孽呀！老天爷这是要绝我们的活路！你们看看这水田里，全是这些挥着大钳子的红壳水虫。这鬼东西把我家仅剩的那点水稻根茎全给剪断了。昨天我想下地拔草，还被他狠狠夹了一口。这哪里是凡人的害虫？这明明是满天白花花的银子。只要用高温去腥提鲜，这就是古代餐饮界的降维打击。林老汉，10两银子，今天连本带利该清了。没钱，没钱，这丫头我带走。范爷，您带走，带走，全当抵债了。这丫头勤快，能干活。慢着，10两银子是吧？给我3天时间，我1分不少还给你。你家连米缸都见底了，你拿什么还？拿西北风吗？拿田里那些红壳水虫还。哼，好，就给你3天。3天后见不到银子，你家这破房子还有你，全归我。我们走。没有油，干跑就完事儿了。爹娘，这就是咱们家翻身，把地皮踩在脚下的宝贝。明天我就去县城的夜市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可千万把车给我看好了，别给我弄坏了啊！放心吧，王大伯，我保证完璧如照，卖完回来分你50文钱租金。城里人又不是傻子，谁会花钱买你这破虫子？哼，等他碰了乓，哭着回来的时候，就会乖乖听话，给范爷当丫鬟抵债了。绝世佳肴！这不是水田里的红壳水虫吗？一股子泥腥味儿，怎么吃？此物名为小龙虾，是我秘制而成，今日第1天开张，前3位免费品尝。在下愿做这第1人，若真美味，必有重赏。客官，这虾要这般剥了虾尾，吃着虾肉，再蘸蘸这底汤，味道才地道。麻、辣、鲜、香，泥腥味被紫苏完美化为鲜甜，一把来3大碗。太玄了，要求做满适合。10元1碗，满手红油吃的狼公主样。第1桶金拿下。小娘子，生意不错啊，是不是该表示表示？我这小本买卖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再说了，县衙有规矩，不许地痞流氓收保护费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在这条街，我就是律法。难道这朗朗乾坤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？今日若哪位公子出言主持公道，终生免费唱曲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强抢民女，该当何罪？宋刑土规定。误会，你给我等着！赖3，范彪，等着吧。没有辣椒，没有八角龟皮，光靠紫苏和野花椒，口味还是太单一了，调料受限是个大问题。林老汉，3天期限到了，10两银子准备好了没有？要是没有，这丫头我今天可就带去衙行了。就是，衙行那边连卖身契都准备好了，赶紧交人。范爷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们家什么情况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大丫头，这都是命啊！你跟范爷走吧，以后哪怕是做个粗使丫鬟，好歹能混口饭吃。谁说拿不出10两？这里是2两碎银，外加8吊铜钱，按大宋市价刚好折合10两银子。白纸黑字，银计2清，把借条拿来吧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足不出户的村丫头，去哪里弄来这么多钱？你是不是偷了哪家大户的钱财？夜市市城那里有我的出摊税契，整条街的太学生都能为我的生意作证。我是靠自己双手赚来的干干净净的钱。怎么，
范姐难不成想反悔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强抢民女？算你狠！没想到你这丫头还有这等手段。借条给你，咱们走着瞧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欠任何人。哎呀，大丫头，你竟然真的赚到钱了！快把剩下的钱拿给爹，有了这些钱，你弟弟明年就能去学堂了。爹娘，这2两银子已经买断了我对这个家的所有债务，剩下的钱是本钱，谁要是敢动，我立刻掀翻摊子，大家一起饿死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不白住家里的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的米面粮油我全包了，但我做生意的事，你们不准插手过问半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放心做生意，家里的事儿我们绝不插手。掌柜的，这粗盐怎么卖？小娘子，这是官府盐铁司出来清盐，30文1斤。这么贵，而且这盐味道发苦啊！这可是官府专卖，哪有不苦的？要想不苦的血盐，那得是达官贵人享用的，1两银子1斤呢。氯化镁和氯化钙严重超标，这种粗盐完全破坏了鲜甜，我必须提寸盐。掌柜的，给我来50斤这种粗盐。50斤？小娘子，你买这么多盐干什么？家里腌菜用。我在后面做事，谁也不准进来打扰。一场跨越时代的化学降维攻击正式开始。第一步成功了。成了。要想做出制霸高端市场的冰镇甜辣小龙虾，我还缺白砂糖。黄泥水淋糖法该登场了。古代制糖工艺落后，连达官贵人吃的都泛着黄褐与焦苦。今天我要做出大宋朝第1罐白砂糖。大丫头，你挖这黄泥巴做什么？我不是魔怔了？那可是几10文钱买的黑糖啊！你这败家丫头，掺了泥巴还怎么吃？娘，您仔细看下面。这是什么？雪，下雪了，甜，一点苦味都没有，简直比王母娘娘的仙丹还要甜。这拿去卖，1两白霜换1两金子呀！大丫头，你是神仙下凡吗？这就叫白砂糖，管好你们的嘴，泄露半个字，咱们全家都有大麻烦。掌柜的，这种罐子我要20个。小娘子，这可是西域运来的琉璃，1两银子1个。小娘子，今日无论你有多少，本公子全包了。这是琉璃，就用如此珍贵的琉璃罐装红壳水虫。此虾名蒜蓉冰镇甜辣小龙虾，秘制飞雪盐与白霜糖淬炼，去尽苦涩，只留纯粹鲜甜。带琉璃罐一起5两银子1罐，每日限量15罐，先到先得。5两银子买1罐虫子，疯了吧？我要3罐1碗利润顶替限令半年俸禄，这就是技术降维打击的暴起。大哥，那丫头1碗赚了70多两，咱们收半个月保护费都没她1天多。这红壳水虫居然这么值钱，生意绝不能让她独吞。明天夜里叫上所有兄弟，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孙。夜路极其警觉，除非有人潜伏，否则断不会在此刻惊飞。夹竹桃枝叶，想在水源地投毒，范彪手段真是下作。既然猎物入套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出瓮中捉鳖。王总镖头，我要雇佣12个身手敏捷、做事稳妥的镖师。林姑娘，这县城治安尚可，难道是要运什么奇珍异宝？不运金银，运石头。只有一点，绝不可伤人见血，只有往生活捉。事成后，每人10两银子。林姑娘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看准了，那是料水和水冲，今天让他牢底坐穿。动手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快撤！不用辨认，全部活捉！范爷、赖三哥，大半夜带毒汁来调味吗？林婉，你算计我们！蓄意投毒，谋财害命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现在只是小打小庆，是时候建立我的商业版图了。300两白银啊，
姑娘真要买？300两，分文不少。今日过户，这铺子我要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叫林氏真香楼。继续高价采购，迟早暴露机密。配方是命脉，我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。王掌柜，帮我雇一辆马车，我要去城外30里的入海口。在常人眼中，这是寸草不生的死地，而在我眼里，这就是一座露天金矿。林姑娘，您真要买那片种不出庄稼的死滩？我不种地，地势平坦，想建几个晾晒海货的工坊，还要招30个口风严的长工。只要给口饭吃，绝不多嘴，绝不多嘴。开闸，引海水入池。神了，竟像山泉一样。把清水引向铁锅，加大火力，开始熬煮。停火，快速捞取晶体，卤水全部倒掉。这是贡品血盐，林东家，您到底是人是仙？这是独家秘方，工钱3倍，但若有半句泄露，直接送官查办。唐保密。地基一打牢，餐饮帝国从此起航。垄断水路的曹帮盯着这块肥肉了，真正的暗账现在开始。林掌柜，生意兴隆啊！雷舵主大驾光临，小二，上2份蒜蓉虾。哼，少来这套！既然靠水发财，就得守操帮规矩，每天5成利润作为平安钱。商贾只向官府缴税，何来平安营收？在水上，我操帮就是律法，我保证你的船靠不了岸，水冲进不了城。做生意靠手艺诚信，绝不交冤枉钱，慢走不送。大娘小心啊，前面路滑，吃坏肚子可没人医。东家，服个软吧，几百斤的损耗可是天文数字。服软，既然客人进不来，那咱们就让菜自己走出去。去招募50名熟悉小巷的脚夫，让后厨定制加厚保温竹盒，所有虾全装盒。商业封锁，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现代外卖扑送体系的降维打击。路堵不住小巷，每单另有赏钱。你们就是真香楼的专送员，足不出户，半个时辰内，热腾腾的小龙虾直接送达。3天之内，那丫头必定跪着来求。雷舵主真有雅兴，刚才家中刚用完真香楼的虾，味道好得很。这怎么可能？舵主，外卖专送生意火爆，后院都忙不过来了。时代变了，收过路费得先追上我的外卖小哥。曹帮底蕴深厚，技术升级势在必行。东家，曹帮封锁了城外3条主干河道，货船全被拦在30里外，雷虎放话绝不放行。库存仅剩2天，一旦断货，那些预定席面的富商闹起来，咱们每天几百两的流水全完了。水路走不通，那就改走陆路。箱子太沉，山路崎岖，脚夫根本挑不动。若减少残重，成本高的赔本。现代物流和核心是纸箱，宣纸虽贵但脆弱，我何不造一种专门用来包装的硬纸？告诉脚夫改为陆运，以后不用木箱了，我要造出比布帛轻、比竹细硬的纸。备车，立刻去城外工坊。第1组收干虾壳，第2组砍竹剥桑皮，第3组收集草木灰。东家，虾壳腥臭，桑皮难烧，这些废料究竟有何用处？这些废料就是咱们铺就金光大道的基石。保持火候，溶解硅胶，提取纤维。这竟是废弃虾壳和竹子所造，简直是点石成金。太轻了，这回一次能背6个。放弃水路，改为山道运输。
每趟50文，当场结算。林婉那丫头此刻定在哭着筹钱交保护费。舵主，活见鬼！真香楼不仅没倒，生意比前2天还火爆。不可能，原料是怎么进城的？是山路，他们做出了一种神奇纸包，几万人背着盐糖硬生生运进来了，比船运还快。包装解决了。雷虎，既然你敢封路，那我便用这暴力的文化指示，彻底砸断你的脊梁骨。去请雕版师傅刻制一精美的图文菜单与外卖宣传单。古代酒楼全靠口耳相传，我这精美的图文菜单便是降维级别的品牌营销。就用此等名贵纸张印菜单，好大的手笔！这又开始映润，是四处处裱画的巨之宝。若纸价能降，我大宋得多出多少栋梁？寒门求学不易，今日捐赠10万张硬白纸，供猪肝挥毫。疯了，那是真金白银买的纸。舵主，满城读书人都念他好，甚至有太学生放话要联名告御状。水都压不住，这书生护身符惹不起。垄断文化市场，你们曹帮未来只能是给我运纸的苦地。谁是林婉？速速出来迎旨！你就是做出红壳水虫、造出廉价白纸的林大善人。公文称你献上3样祥瑞，圣上特命本官前来核证。老狐狸县令为了政绩，把我的产业包装成祥瑞上报，倒省了我不少通关打怪的麻烦。若是地方官员夸大其词，这欺君之罪你可担待不起。今日你可敢当本官的面，将3样祥瑞一一呈上验看？这纯度竟比宫中御用的青盐还要洁白数倍，纯粹咸鲜，毫无半点苦涩，竟真是苦涩海水提炼出来的，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神迹，甜入心扉，毫无焦糊杂味。此等神物若供奉御膳房，圣上定会龙颜大雪。此纸成本不到寻常黄马纸1/10，若推行天下，大宋人人皆可用得起纸，再无寒门买不起纸之苦。好，只不过，大人何故叹息？莫非朝中遇到了难事？江南大旱，且红壳水虫漫滥断稻根，百姓颗粒无收，数万灾民流离失所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无粮可调，圣上为此几夜未能合眼。小龙虾泛滥，国库缺粮，这简直是老天爷在疯狂给我喂饭！全盘接管国运的终极奇迹到了。大人，民女有一计，不仅能平息虫灾，还能凭空变出数万灾民的救命粮与大军军粮。那水虫虫浑身是壳，腥臭无比，连猪狗都不吃，如何能充当粮食？剔除内脏，将虾肉煮熟后用飞雪盐腌制，暴晒风干，便可做成脱水虾干，半年不腐。灾民只需用水一泡，加野菜煮开，即是富含油脂的鲜美浓汤。虫灾泛滥之地，皆是漫山遍野的粮仓。奇才，林婉，你不仅是商贾奇才，更是安邦定国的国士啊！3日后，钦差卫队拔营回京。林婉，你带上飞雪盐、白霜糖、硬白纸与这册图录，随本官一起入京面圣。民女遵命。江南的池塘终究太小，我要在最高权力舞台上打造出一个真正富可敌国的林氏商业帝国。江南商女林婉参见圣上，愿吾皇万岁，大宋国泰民安。满朝文武皆束手无策的灾荒，你一介丫头有何底气敢夸海口？商贾重利轻义，乡野丫头懂什么治国？定是奇技愚窍蒙蔽了钱大人。林婉所造之物，臣亲眼所见，亲口所尝，确是惊世骇俗的宝物。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。民女带来的第一件宝物，便是天下百姓的根基之物。极品好盐，欲用青盐与之相比，简直是粗沙烂泥。甜如甘霖，纯净无瑕，不可能！简直是文房至宝。林姑娘曾捐赠10万张此纸给寒门学子，被尊为林大善人。好，好，好！
3宝只可锦上添花，今日献上第4宝，救命粮。这是祸害江南水田的邪物，他要毒死灾民，妖言惑众，理应下狱。灾荒之年，观音土都有人抢，为何这饱含肉质的水虫不能吃？水虫吃了百姓水稻，他们身上的肉就是百姓的粮。请圣上赐热水空碗，容民女演练。准，上热水。只需1碗开水，便是1碗富含油脂的救命肉汤。虫灾泛滥，便是老天爷赐予的免费粮仓。好，化害为宝，江南虫灾即日起交由林婉全权处置，朝廷拨银10万两，火速治粮赈灾。10万两官银超级订单，林氏帝国彻底融入大宋国家机器。林婉解万民于倒悬，朕破例御笔亲封其为天下第1皇商，赐皇家金牌，盐铁茶堂皆许专营。民女领旨谢恩，定让大宋再无积款，万家灯火皆享富足。从抵债农女到第1首富，降维打击迎来了高潮。但这仅是开始，大宋商业版图等我去重塑。下官率全县恭迎林大皇商凯旋，林姑娘化解灾患，让我县荣光远播千里。堂堂县太爷，竟对着咱们大丫头行如此大帝，发达了，咱们老林家出人头地了，快上前认闺女。繁文锐减免去，即刻张贴告示，林氏商行10文1斤，无限量收购红壳水虫。这般手法可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啊！朝廷10万两官银做底，百姓捞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官府收购小龙虾，10文1斤，一天上百斤就是1贯钱，这分明是活命的银子！别闲聊了，抓紧干活换口粮。一场饥荒靠现代脱水生产线化解，灾民得财，朝廷得粮，稳稳根基，3方共赢。东家，提纯海盐的贪图和造纸荒山全被人强行圈占了。何人所为？城南钱老爷，他收拢曹帮余孽，拿下地契，要咱们交100倍过路费，存心断咱们活路。100倍税费，就不怕贪多嚼不烂？备车，去县衙。林姑娘急着登门求人了，荒山滩涂在我名下，不拿好处，你的买卖怕是要断产喽。大人，妨碍钦差行事，阻断军需赈灾，该判何罪？视同谋逆，轻则抄没家产，重则流放。我是合法治地，他不过一介商贾。老糊涂，我是天下第1皇商，物资皆是发往灾区的军粮，与皇室专营。你圈地盘剥，便是抗旨。此人蓄意阻挠赈灾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即刻处置。拿下！其名下荒山滩涂尽数查抄充公，划拨林氏。林姑娘饶命，地权归还，求您别抄我几10年的根基呀！江南之地再无对手，再无对手。4大产业形成闭环，接下来我要搭建覆盖大宋的物流网络。终有一日，9州大地无人不知林婉之名。大小姐，江南总衙行联合所有马帮船队，全面封杀咱们林氏了。咱们的商品抢光了传统盐铁糖纸商的生意，他们砸几10万两重金请周会长出面。
如今没有车马敢接单，没有商铺敢要货。虽不敢动御赐金牌，但若不交出秘方，让大家入股分住，货只能烂在江南仓库里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过去了，我的货不需要你们任何一家车马航运，更不需要任何一家商铺卖。王八！王掌柜，拿着御赐金牌，立刻去各大州府的留营营和退伍老兵营招募5000铁血汉子，咱们自己买马制车，全国主干道每隔50里设一处临时物流驿站，标准化硬纸打包，驿站接力换马换人，人歇车不歇。50里一换，日夜兼程，这样送到京城的速度比传统马帮至少快了3倍。我急需懂算术、识字且品行端正的掌柜账房，凡愿替我掌管天下分铺者，给出3倍于同行的月钱，且分铺内所有纸张免费供诸位使用。竟有如此物美价廉的好纸！老朽终于不用在沙盘上练字了。完了，李婉自己建车队开店铺，客人全跑光了，咱们的糖铺半个月没开张了。他用退伍兵建驿站，用读书人当掌柜，送货快3倍，卖的便宜1半，质量高出100倍。时代变了，咱们被彻底扫进垃圾堆了。林大东家，我们输了。总衙行愿尊林氏为首，求您赏口饭吃，让我们做您的加盟经销商。我等愿为林大东家马首是瞻。想做加盟，规矩按我的来。第一，绝不允许以次充好。第二，价格必须受总部统一调控，违者永不合作。物流、渠道、销售、舆论全盘接应，大王已成，但真正的终极考验必将从朝堂深处袭来。大小姐，京城户部赵御史带了上百名差役，把咱们酒楼给围了。奉王尚书之命，彻查林氏偷税漏税之罪，拿下！住手！林氏作为御典皇商，每月按时足额纳税，完税凭证俱在。对方口口声声说偷税，可有真凭实据？林氏速递和直营铺私设暗道瞒天过海，每日流水数万两，却只交9牛1毛。今日账本查定了，铺子也封定了。果然狗急跳墙，我打破了渠道层层扒皮的体系，断了这群贪官的活路，他们便想强吞我的产业。赵大人想查随便查，不过若查不出证据，落得个诬陷皇商、破坏赈灾的罪名，恐怕王圣史也保不住您的乌纱帽。哼，这是什么鬼画符？这叫复式记账法。全国数百家分铺，每一笔进销存、运费及税款均有3联票据，用算盘一拉，必须严丝合缝，差一文都平不了。本月应缴商税，已于3日前全额缴库，分文不差。这是假账，分明设立了2套账糊弄朝廷，给我查差，全部贴上封天。赵御史，你不敢查我的账，不如我来帮朝廷查查王尚书的账如何？林氏速递车队遍布全国，通过复式记账法，是实际产量与上报税主，算出王尚书私吞了570万两白银。林婉的物流网竟然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超级情报网，这是诬陷！户部尚书王克仁贪没盐铁税款，结党营私，罪证确凿，以下天牢，其党羽一律革职查办，拿下！圣上收到林氏速递绝密成图的贪墨账本后，龙颜大怒。你不愧是大宋的一双名目。大人，此术若能推行，天下贪官的黑账便再无所遁形。老夫必亲承圣上，推行天下。商战最高境界是降维打击，权力碾压在现代管理体系面前，
不过是透明的活靶子。太险了！京城毒瘤已除，林氏再无阻碍，但这庞大的财富终究要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小姐心怀天下，实乃万民之福。东家，西洋商会会长弗朗斯带了5艘大船到港，号称带着西方最顶级的宝物，正等您亲谈交易。最顶级的宝物，走，下去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新奇玩意儿。尊敬的林小姐，我跨越3大洋，带来了连大宋皇帝都未曾见过的西方奇迹。看，这是我们国王贵族专属的水晶杯和极致红糖。拿残次玻璃和劣质红糖跟我炫耀，这降维打击我都快不忍心下手。你若拿这些残次品来糊弄我，你的船队连回程的补接都买不起。这是对西方顶级工艺的侮辱！开眼！你的杯子连装茶水都不配，这才是大宋的日常流利。你的糖苦涩难当，这才是大宋百姓的白霜糖。上帝啊，这是神之魔法！我愿出所有金币全部买下。我给10倍待遇，最后才是金银结算。东方商业女王。诸位瞧瞧，我那大女儿如今的地位，便是圣上也要给我林家几分薄面。给你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却不给半分核心权力，是对你们最好的安排与防备。昔日恶霸范彪、赖三已被调往最偏远戈壁滩修路，终生无法回江南。作恶者自有天收。林东家，商科通商四海，物化工科百业待兴，农科西洋番薯玉米试种成功，我大宋日后再无饥饿之忧啊！把现代科学、商业逻辑和高产熟物种下，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我在加速这个文明的进程。吾等参见林大祭酒，愿林氏绝学，光耀千秋万代。12两银子的债务，半带糟糠的命。不，我是林婉。我不仅是穿越者，更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。